你还是只靠公积金养老吗？根据公积金局数据，50% 会员退休后5年内花完公积金储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莉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公积金 EPF， 达到公积金设定的基本存款就足够养老了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只靠公积金养老？到底需要多少退休金才足够我们的优质退休生活？如何达到财富自由、提早退休呢？首先，先来了解一下公积金。公积金是一项强制性的储蓄计划，雇员必须缴纳收入的11%。假如薪金在5000块以下，雇主需缴纳13%；而假如薪金超过5000块，雇主则需缴纳12% 的公积金给雇员。配合2020年经济振兴配套，雇员可选择减少缴纳4% 的公积金，也就是从11% 减至7%。这等于是花未来钱，无形中减少你的退休金哦。公积金户口可分成第一户口和第二户口。第一户口的存款数额占整个户口的70%，而第二户口则占30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雇员薪金是1万块，雇主缴纳12%，雇员缴纳11%，总共2300，也就是23%。其中70% 1610将会在第一户口，而30% 690在第二户口。第一户口内的存款是不能随便动的，年龄还未达到55岁退休年龄是不被允许提领第一户口的存款的。而第二户口的存款是可以拿出来作为购买房子、缴付教育费、一次性缴清或减低房贷、缴付医药费，还有年满50岁就可提取第二户口的全部款项。详情可以点击留言区的公积金连结。别忘记，这也会减少你的退休金哦。公积金局为了让会员们可以通过投资得到更高的回酬，所以开放让会员们拿公积金第一户口里的钱进行投资。所以，如果雇员想要投资赚取比公积金的派息更高的话，是可以选择拿出来投资的。任何投资的盈利将会转入第一户口，也是不能拿出来的。就算允许拿公积金的钱进行投资，也不是所有第一户口的存款都可以拿出来的，必须根据年龄计算可拿来投资的款项。比方说，40岁的会员，户口一必须至少存有86000的基本存款。根据资料显示，55岁最低必须拥有24万的存款。明显的，从数据中可以发现，年龄增长与所需的退休金增长幅度不一，年龄越大，增长的幅度越大。而接近55岁退休年龄时，所需的退休金要求也越来越大。而这只是基本存款，是否能维持退休生活开销因人而异。另外，公积金局设定的最低基本存款是以每月开销1000令吉计算的，长达20年作为标准。假设你每月花费超过1000令吉，所需的养老金当然也不同。值得注意的还有，这最低退休金是以当下的价值为准，没有纳入通货膨胀、货币贬值等因素。由此可见，在30年后退休的人所需的退休金会更多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公积金存款达到这基本存款，并不代表退休金是足够的。养老金并不足够，已经是很平常的事。政府一再强调，公积金并不足以维持退休后的生活，甚至为了鼓励更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参与私人退休基金计划，之前还为30岁以下购买私人退休基金 PRS 的年轻人提供补贴，而且也给予扣税奖励。但是令人担忧的是，年轻的参与者却依然不多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公积金的存款不足以应付我们的退休生活，那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退休金才足够呢？根据美国流行的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理论，采用 Trinity Study 的4% 法则，也就是退休后每年的生活花费只能占全部退休存款的4%。若一年需花费6万，6万除以4%等于150万，所以退休前就得先存到150万。
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退休需要花多少钱，所以利用4% 法则，可以简单快速的推算自己需要存多少钱才能财富自由。可是，假如根据150万的退休金，今年30岁，工作25年，每个月要存5000块，很多人都无法存那么多钱，那就不能财务自由了吗？大家有听过72法则吗？资产加倍的年数大约等于72除以报酬率。假设报酬率是6%，72除以6等于12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6% 的报酬率，只要12年，我们的资产就会加倍。如果12年前我们有75万，什么都不用做，靠着投资的复利，12年后就会翻倍成为150万。而之前这个视频也有提到复利的威力，可以点击看看。很多人都会自我保护，觉得自己的存款低，很抗拒提到财务自由。他们声称自己喜欢工作，工作到60、70岁没有问题，不需要规划财务自由。其实，财务自由后，我们依旧可以继续享受工作，多赚一笔收入。假如那时突然因为某些原因不想工作了，也可以立刻不做工，这不是我们都想要的吗？所以，我们可以通过4% 法则加上72法则，简单的算算自己需要多少退休金。这法则只是大概算而已，不一定正确，也有它的限制。4% 法则是根据乐观的提领率，提领率越高，成功几率越低；退休时间越长，成功的几率也会越低。想要有优质的退休生活，最好是提早规划，在可负担范围多为退休金做准备。咨询财务顾问，制定专属自己的全方位计划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包括了财富与收入的保障，以及长期的退休规划。人生中总会无可避免地面对挫折，但我们必须确保随着有关的变化，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的计划。举个例子，近期利率一再下调，原本放在银行吃利息的退休金也逐渐缩水，打乱了许多人的退休规划。所以必须做适当的调整，以确保晚年的退休金足够应付优质的退休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 like 并分享给朋友们。想要为自己制定退休规划，可以填写下面的表格让我知道。想要看到接下来的影片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